刘彻的目光究竟有多长远？为了一战必胜，长征 1.5万公里，留下的成果让我国受益至今。那他究竟是如何打下这个省的？途中又经历了哪些艰难险阻？今天就带大家走进这段汉朝往事。公元前126年，一个衣衫褴褛的流浪汉终于回到了长安城。当时的百姓们估计怎么也不会想到，眼前这个骨瘦如柴的流浪汉竟然会在日后名垂青史。此人呢，不是别人，正是被匈奴扣押了13年的张骞。张骞在返回汉朝以后，第一件事就是面见汉武帝，向他讲述这些年自己在外面的所见所闻。在听完张骞的叙述以后，汉武帝意识到了一个问题，那就是自己联络大月支来夹击匈奴的计划貌似完不成了。因为如今的大月支建立了新的国家，已经变成和平主义者的大月支人只想过自己安稳的日子，早已没了当初复仇的心了。当然了，这个消息和张骞带回来的另外一个消息相比，其实不算什么。张骞在经过一番探寻后发现，原来在河西走廊以西还有许多从未听说过的西域国家，而在中原的西南方还有一个名叫申毒的国家，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印度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张骞是如何发现这些国家的存在的呢？事实上只要一走过河西走廊，就能够看到西域诸国的存在，这是完全藏不住的。重点是张骞是如何发现身在西南方的申毒国的呢？原来是在张骞出访大夏国时，在一个商贾那里看到了产自中原的竹杖，这让张骞感到十分惊奇，于是便去问那个商人，这竹杖是从哪里来的？没想到对方却告诉他是从申毒国来的。这个回答让张骞陷入了沉思中。蜀地在西南方，这个商人说自己是申毒国人，路过蜀地才来到西域，那是不是就意味着蜀地的西南方便是商人口中的申毒国呢？在听完张骞带来的消息以后，汉武帝迫不及待地打开了地图，拥有宏图大志的他当即就做了一个决定，那就是要在有生之年内一定向这两个地方进军，为民族扩展生存空间。他准备一路向西，打穿河西走廊，直通西域，在教训匈奴人的同时寻找更多的可能性。除此以外，他还想一路向南，打通去往申毒国的道路，勾连起新的西南商道。在确定了目标以后，汉武帝下一步会怎么做呢？当然是直接带兵出击了。他接连发动了数次战争，只为赶紧打通河西走廊。奈何匈奴人勇猛，汉武帝在和匈奴打了数年以后，才将他们的势力驱逐出河西走廊。此时他真正的计划才正式开始。他进攻的第一个国家就是大宛国，该国呢位于今乌兹别克斯坦的费尔干纳盆地区域，因为盛产汗血宝马而闻名，是著名的良马产地。当时汉朝非常注重战马的培育，在听说了该地有能够日行千里的宝马以后，汉武帝先是派遣使者送去了一条用黄金铸造的马，希望能用金马去交换大宛国的汗血马。谁曾想人家却不领情，面对汉朝的请求，大宛国国王既不愿意送马，也不愿意卖马，嚣张的气焰激怒了使者。使者当着大宛国国王的面将那匹金马砸了个稀碎，这让大宛国国王觉得很是不爽，于是直接一不做二不休杀了这汉朝使者。汉武帝得知此事以后也是十分愤怒，直接调兵遣将，让李广利带着人马就杀去了大宛国。从军事实力上来看呢，当时的汉朝是远超大宛国的，可问题就出在两国之间的距离实在是太远了，漫长的行军，还有沿途严酷的环境，以及西域诸国的不配合，让汉军一路陷入了困境之中。究其原因呢，还是和匈奴脱不了干系。原来当时的匈奴虽然已经退走漠北，但一直在用自己的影响力控制西域诸国。西域小国在两强之间夹缝生存，又因为匈奴离他们相对近一些，所以他们更害怕匈奴，不敢给汉朝的队伍任何帮助。种种原因导致李广利的军队最终败给了大宛国。失败的消息传回汉朝以后，汉武帝也是无比愤怒，在将李广利训斥一顿后，他先是下令任何人不得撤回玉门关，然后集结了一支更强大的军队，准备再次向大宛国进攻。为了能够解决后勤问题，他还专门组成了一支由10万多人组成的后勤军队。对此很多人都表示不理解，认为没必要为了大宛这样一个小国兴师动众，
但汉武帝却认为，如果不灭了大宛，那如何让西域诸国臣服呢？他讨伐大宛的真正目的不是几匹马，而是为了让西域臣服，让汉朝威名远播，在震慑西域、稳固商道的同时削弱匈奴。不同于上一次的窘境，这一次汉军一路是势如破竹，原本不配合的西域诸国也纷纷给汉军提供起了补给，唯有一个叫做轮台的国家不愿意配合。面对不愿意配合的轮台国，汉军又会作何反应呢？李广利直接带兵进攻，让轮台国变成了轮台城，成了汉军在西域的据点。这次李广利没有失败，他顺利地拿下了大宛国，接连2次的进攻耗费了4年多的时间，来回一共走了1.5万公里的路，可谓是古代史上最伟大的远征之一。而这一次的战绩也让西域诸国纷纷归附了汉朝。在开拓西域的同时，汉武帝还不忘身在西南方的申屠国。为了探明道路，他接连派出10多队使节深入西南走访探路。这群人在经历了千辛万苦以后，终于是找到了传说中的滇国，也就是今天以滇池为中心的云南中部和东部地区。滇王在听说汉朝使者准备去申屠国后，不仅封闭了去申屠国的道路，还不允许汉朝使者继续西行，甚至还与汉朝使者发生了冲突，结局自然是迎来汉武帝的铁军。此后滇国成为了历史，留下的只有汉朝的益州郡。云南省就这样成为了中原版图中密不可分的一部分。不得不说，汉武帝真的是一位非常伟大的帝王。他打败大宛国，震慑西域，让新疆成了中原版图的一部分，随后又灭亡滇国，得到云南省。这2个省的获得，在后来的数千年时间里，给我们国家带来数不尽的利益。先说新疆，新疆是天然的战略屏障，同时它也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路，有勾连欧洲的经贸优势，可以说它拥有经济和国防上的双重价值。而且新疆物产丰富，从各方面来说，它都算得上是天选之地。而云南虽然在早期被中原王朝视为蛮夷之地，但它同新疆一样，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从经济上来看，它是我国和东南亚陆上交通和贸易的枢纽，而且它和新疆一样，物产十分丰富。从战略角度上来讲，处于西南门户的云南是勾连东南亚等地区的中心区域，关乎着1000年的大局，重要性不言而喻。所以不得不感叹汉武帝的远见，如果不是他收复了这2个地方，或许历史又会不一样。后世提及秦始皇时，总是会说他离统一世界只差一个世界地图，汉武帝又何尝不是这样呢？只是从张骞口中听说了西域诸国和申屠国以后，一个伟大的计划就已经在他心中诞生了。而他当时所做的一些事情，虽然在短时间内不被人们理解，甚至遭人诟病，但是时间却证明了他确实是一个很有远见的君主。